外界注意到，中国构建的反制裁、反长臂管辖涉外法律工具篮子，并非无牙老虎。2021年7月，中国首次动用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前商务部长罗斯等7个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对等制裁。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中方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采取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活动，对其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等反制裁措施。余茂春曾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后来赴美加入美国籍，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成为美国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操刀手之一，影响相当恶劣。而中方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余茂春及其老板蓬佩奥进行制裁，是对极端反华分子的精准打击。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中方的制裁措施除了震慑作用，实际上的遏阻效果也十分明显。该报以被中方制裁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为例称，他卸任后曾多次向大型公司求职，但是这些跨国公司担心受制裁的蓬佩奥会影响他们的中国企业，因此拒收蓬佩奥的简历。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政府的退休高级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私人企业后，获得年薪100万甚至1000万的大有人在，而蓬佩奥却因遭到中国制裁而只能以年薪10几万美元受雇于一家智库机构。针对外交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拓展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与此同时，报告也强调，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何深意？此外，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为何工作重点之一是突出涉外领域立法？来看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习近平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国，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欧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成功举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多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拓展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李克强强调，我们要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外界注意到，相较去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在涉外方面的表述上，特别强调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其中全球安全倡议是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在去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郑重提出的倡议。这一重大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更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指明了前进方向。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全程聆听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留意到，报告中提到，当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所以这次的报告特别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内容。实际上增加的就是凸显了这个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这一方面内容。这个斗争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跟各种破坏现在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些规则的市场原则的还有呢就是破坏中国与
世界关系的这样一些势力去斗争。斗争的目的当然是更好的这个维护中国的我们讲和平发展安全主权的这样一个利益。那么这个斗争呢，也是我们20大里讲的第3个务必。那么怎么斗争去创造这个战略机遇应对战略风险这是给我们的突出的这样一个印象。值得注意的是，第14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发言人王超在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将突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法治建设，同样高度重视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的法治建设。全国人大去年12月对外公布的《对外关系法》草案就属于涉外领域立法，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对此，王超回应表示，一些国家出于私利，频频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对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肆意打压，这种做法和霸凌行径被国际社会普遍批评为长臂管辖。王超强调，《对外关系法》作为涉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有必要对反制和限制措施作出原则性规定。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对于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国在法律中作出相关规定，予以坚决反制是正当和必要的。我们现在跟美西方有些这个合作越来越走向一种竞争甚至是斗争的这样一个局面了，就是因为我们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正在迈向中高端。动的不是它的简单的利益的奶酪，而是它的规则制定权和它的这个优势的地位。现在要不光是斗智斗勇，还要斗法。需要指出的是，针对一些美西方国家对华无理打压、遏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国近年来不断完善反制法律工具箱。2020年9月以来，商务部先后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2021年6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进一步为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反对外国对华的制裁一些法案，就是维护这个市场经济的原则宗旨。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国内企业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我们说，反对外国制裁法案应该来讲呢，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们的企业大胆的在一带路上呢走出去保驾护航。作为观察中国政策风向的窗口，全国两会受到外媒和外国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改革发展举措、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力等，成为外媒报道中的高频词。来看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2年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国发展取得来之极为不易的新成就。多国政界人士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也将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多位研究中国发展的海外学者表示，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释放出新的信号。This year's two sessions, Liang Hui,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indeed is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one needs to look at it in the context of what that Congress was, because that was setting the policy. Now we're seeing the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normal? One thing I expect is a very high emphasi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Aujourd'hui, qui vont avoir lieu sont un événement majeur, non seulement pour la Chine, mais aussi pour le monde, vont avoir une attention toute particulière. La Chine reste donc un acteur majeur, pour ne pas dire fondamental, de l'économie mondiale. Et je pense que les deux sessions qui auront lieu prochainement seront l'occasion, premièrement, de se féliciter du travail accompli,